现在呢，我们已经开车来到了沙面，趁着这个不下雨的这个间隙可以看到沙面的这个河堤到处都是一些防水的沙包。最近几天，广州龙舟水都有淹水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很多地方都严阵以待。听说呢，白天鹅宾馆呢，这个水已经到了底下的1楼这边了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也今天就是实地来看一看。现在我们先停个车。刚刚在沙面的停车场停了车。开始在沙面的骑行。沙面自从建立一个立体的停车场以后呢，就变得停车方便了很多，不像以前一个车位难求。这里呢，就是中国海关的一座大楼。其实右手边的以前是美领馆，办签证很多人都是要到这边来的。没有几步路呢，前面就是白天鹅宾馆。应该是楼下的那个路口。从这边呢就可以进到白天鹅宾馆里面出门对出的呢就是一些有历史沉淀的老建筑。今天风很大，我们就随意的在沙面这个大街骑行一圈，等一会儿呢再到江边去看一看现在的一些水位的变化。广州大概起码是10年不遇的一次龙舟水据说某些地段清水的平台已经进水了。第一次在沙面骑行，左手边呢是广州的对外友好什么协会，正对面呢是广州市沙面体育俱乐部。这边呢有好几个网球场还有很多人在那边打网球。既然这个珠江的江边呢已经到了，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呢看一看吧。
现在应该是珠江的水位啊比较充盈的时候。对面呢就是我们刚开车经过的芳村的三馆合一的一个建筑物，一个文化设施，已经封顶，正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这一边呢就是广州酒家啊，洲头嘴。这边呢就是沙面公园。趁着今天凉快啊，很多人在这边呢活动。以前也专门来给大家拍过啊。这银。这边呢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位于芳村白鹅潭的三馆合一的文化设施啊。这里非常好啊，有舞剑的、唱歌跳舞的、闲坐的。做操打拳的、跳交谊舞的啊，什么样的人都有。看见也停了很多的单车啊，说明很多人还是骑着单车来的。正对着这条小桥呢，就是去白天鹅宾馆的正门的这么一座行车的桥。正对着呢就是沙面宾馆。我们还是先到沙面里面去骑行一周吧。整体这个沙面公园啊，全部都打开了以后啊，整片的变成了一个清水的公园。这边有很多古色古香的西式的建筑啊，静静地说说着这一段陈年往事啊。当年的一个，现在可以说是对外交流啊，也可以说是当年被外国人扣关，在中国的土地上啊，建立了这么一个租界，发展自己的一片住宅，好像一个小的国中之国啊。同时呢，也确确实实、实实在在的遗留下了这些西式的建筑，还在延续着啊这样的一个100多年以前到现在的一个开放的这么一个故事。广东省外事博物馆，这么一座西式的房子啊。
沙面呢，就是珠江啊被冲击而成的一个小岛。我的右手边呢，就是建了很多的桥，跟外面呢连起来。左手边呢，就是保存的比较完好的沙面以前租界的那些西式风格的建筑。还有企业呢，引进了2列以前老式的火车的车厢，应该作为一个餐馆或者是酒吧。世事沧桑以前这边的主人早就不知所踪，谁也想不到现在新的那些主人们占据着这么一个风水宝地但是也在面临着要拆迁、还岛于民正在这样的一个变化当中。很多的房子呢，产权明晰的都已经慢慢的把它置换出来，变得朝着这个沙面岛像一个旅游观光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在转化。比方说这边呢就是胜利宾馆，如果要追寻它的历史的话呢，也是当年的一个外国名字的酒店，曾经也留下了很多名人的足迹现在我们骑着呢，就来到了沙面的一条主街，但是呢，不知何故这边都被封住了马路。那我们就走没有封住的地方吧。大學出嚟就係大學畢業本科。天氣炎熱一幫老先生呢，應該也是騎着單車而來，吃個饽在這邊閒聊。還有這邊幼兒園的小朋友排着隊伍，手拉着手，在沙面大街呢走路。可能是因为防汛的要求吧，这边很多的路呢都已经被封住了并不是随意呢可以进入的。这边呢有一个教堂，走在这边呢，就像极了那些欧洲的小镇这个教堂呢，位于沙面大街14号，是一个天主教广州教区的路德圣母堂。看看它的正面吧。还是一个蛮挺拔的一个教堂
我记得沙面应该不止一个教堂吧。沙面的街道啊，政府所在地。明显的，这边呢也是设了很多帐篷，应该也是做核酸检测的地方。这边呢还有一节老火车的车辆啊，火车头法国西餐厅。在一个猫屎咖啡的跟前啊，竖着这么一个牌子：沙面人才休闲岛。什么都跟人才能够挂上关系啊。这边呢，就等一会儿我们要从这边出去啊，门前就是613路，打算呢等一会儿往这边呢骑到江边啊去走一走。从这边的人行桥是可以上到人民桥啊，这个桥上去的。我们还是在里面呢，先兜一圈再说。这嘛，我现在。
对面呢就是沙面小学啊，正在放音乐，好像集会的音乐。刚刚管控的这个区域啊，应该是沙面小学这么一个区域，可能出于保安的这个需要吧。这边呢已经到了星巴克啊，很多人都会到这边打卡的一个星巴克，一个非常漂亮的西式建筑啊。星巴克还是很会挑这些地方，看看这条大街，面对着这条沙面大街啊，对面呢也是那些西式的风格一致的房子，中间那些榕树啊都已经很大了啊。所以有时间啊，早点到这边来，坐在星巴克啊，烫一杯咖啡，吃一个早餐，静静地看着这条沙面大街啊，在阳光照射下那些树荫的变化，应该也是挺美的一个感觉吧。明显的感觉啊，当年这些老外们啊，把这个岛啊租下来以后啊，它也是经过了严格的规划。这个岛上呢，也设置了很多的功能区啊，有它自己的一个城市的景观的规划。它有中央的一条主街，两边的这些华厦，同时呢也有居住的区域，还有居住这些居民们的需要，比方说这文化的设施、休闲的场所，像我们刚刚看到的教堂，我们看到的网球场，我相信这些呢都是很早就这走不了，走不了。我刚刚呢，已经骑到了我停车的停车场的门前，但是保安挥着一面红旗子说这边不能骑，不能过。那我们就回过头去啊，继续在这个沙面大街上悠闲的骑一骑。现在呢，很多的这些老房子啊，都变成了一些餐饮啊，还有一些这种单位啊。唯独呢，这条还算宽阔啊，树木茂盛的沙面大街呢，经过一番修容以后啊，应该是
更能够显得出当年的那种气派。相信也是不管是附近的居民，还是到这边的游客，都愿意在这边花费一些时间，静静的逛一逛的这么一个地方。这边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领事馆这边还有一个展览馆，展示是哪一位名家的画作。应该说，像这些栅栏、这些墙柱，还有就是那些围墙等等的，还保留着以前的那个样貌这边呢，就有一家古董咖啡店咖啡古董店。今天就是漫无目的的把车停到了沙面的停车场，就在这边悠闲的骑行。现在我知道是为什么要封锁这个区域了。沙面小学小朋友都在这个沙面大街上做操，也可能呢这个学校自己的操场不够大。所以在这边呢做早操。所以在这个寸金寸土的这么一个地方呢，小孩子在这边上学，但是呢缺乏一些体育锻炼或者集会的这样的一个场地这边竖了很多的牌子刚才看到人才休闲岛，不太清楚这个到底代表着啥意思？就在这边看一看这个沙面公园，开阔的草坪和很多有年头的这些榕树。这边有关山月题写的萧养石这么一块怪石。
个江水啊，远远没有到啊，要没到这个堤岸上来这个程度啊。前方的这个三馆合一的建筑啊，造型还不错。老百姓啊，就是以自己的合适的方法呢休闲啊。这边呢，不知道为什么给拦住了。好吧，那我们就出岛去。这边呢有一个餐饮店叫兰桂坊，沙面的科普长廊里面啊，就有很多的广东的名人介绍，还有很多老建筑呢还在翻新啊维护之中。现在呢，从这条桥啊出沙面岛，准备呢沿着这个珠江的北岸啊骑一骑。从这边呢，里面是可以去到白天鹅宾馆的。上面呢就是人民桥啊。